106年他开了那个心脏绕道手术之后，他回到家，就是在调养那一段时间，我发现说他的那个计算的全部都不见了，跟他原来很精明的样子是不一样的。对，奶奶很精明。对，嘿，家里什么事情他都做得，反正很好啊，记得也很好。他每天有在做祭祀的习惯，对，嘿，家里的家计什么东西都是他在打理，就是他打理，他都记账嘛。客家妇女很会持家，因为他平常都在安泰医院就诊，因为我就是到神经内科，失智科那边，医生检查，事实上他就是真的有退化的比较严重一点点，这样，那我们就请医院的社工老师然后来跟我们访谈，这样子才可以去上课嘛，去那个失智中心上课这样子。我刚看到奶奶的时候，我发现她很喜欢笑，脸都会面带微笑，然后我就过去了解一下。那奶奶她的对话中，还有跟她的家属对谈中，发现奶奶她在家里面一些简单的生活自理，她是还 OK 的。那她的失智的确诊也是轻度的。那我就想说，那就先帮她转介那个失智据点来延缓她的退化。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有电话关心或是面访，跟他的家属了解那个奶奶最近她的上课的状况。家属也有提到说，奶奶她之前有做过一些重大的那个心导管手术，然后她的行动是比较缓慢，然后身体也比较虚弱的。那家属也有跟我提到说，他想要申请一个辅具助行器来协助他复健。那我就有连结长照的资源，然后协助申请。那现在奶奶她有经过，也申请到辅具了，然后在家中也有定期的在使用跟复健。那目前奶奶她的身体健康状况，还有她的精神，也都已经有还蛮不错的复原。上个礼拜是有那个职能治疗师，就是赋能，他在这边已经做了1年多，他做得很好，所以说他走路有看到，去年看到他跟今年看到他真的不一样，就是说他精神真的是很好，体能上也好很多，真的好很多。今年在回诊，我们每年都会带他去回诊他那个主动脉瘤有好很多了，没有再继续恶化。对，至少心情是很好的，感觉他就是很好，所以他去乐智中心上课，他是第1名、第2名的是啊，画图画得很漂亮，对不对？把补八个龟奖，对不对？喜不喜欢？喜欢，每天都等着去上课。公共照护中心担任角色是个管师，所以顾名思义，其实他们是一定要掌握很多的资源的部分，因为这不会是一个单打独斗的一个，就是应该是要打团体战，所以他就是说依照个案的那个他的需求不一样，然后上面的话我们就一定是跟县府的查中心，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卫生社政然后都会有一些合作。那在评审单位的部分就是除了我们自己内部的资源，一定是全力的去支持这样子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执行。那其他就是依照个案，他就可能衍生的问题，他们可能就是经济的部分或者物资的部分，那我们也会依照个案的属性不一样，然后去连接他在那个不同的一个社会体系上面需要的资源。借由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让长辈他们可以肯定自己本身的价值，就是他们可以保有他们的一个沟通的能力，就是他们接触人群的能力这样子。
那让家属会愿意把他们的长辈跟他们也愿意一起走出来。其实这个部分我们在活动当天也看到了，是非常感动的，因为现场将近50位的个案跟家属。对，那一整个早上是有安排了这样音乐的一个体适能的活动，那老师也带动了他们，就是在整个儿科大厅里面，就是充满了一些欢乐的笑声跟音乐声。那他们其实听的这些歌，他们也不用看歌词，他们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朗朗上口，就唱出来了，甚至是脚跟手就是不自主的就打起了节奏来。对，所以就是有唤起了他们内心的那一个记忆。我想在座的有时我大小应该拢知影，尤其咧，咱迄个失智症的迄个镜头因人而异啦，逐个人的环境伊的成长的背景无同款，伊就有无同款的迄个镜头发现。所以这部分咱来较大爱有做耐心啦，照顾阮妈妈我讲的就是爱有耐心，你定定爱陪伊，陪伊你毋是带伊出去外口行，无就是无听一寡音乐安尼。较早伊个会写抄经书，即摆来有法度写字。有些他们在据点的长辈们，他们的家属其实有些是每天都陪伴他们来上课的。那我过去教干燥花的这几天啊，其实有一些长辈呢，他们可能每1分钟，他们就问你说这里是哪里？那谁要不要来接我了？其实每个人的状况很多，那家属都看在眼里。那有一次就是要坐交通车回去了，然后有一位家属就跟我们的个管师讲说：“你真的很有耐心，你对他们真的很有办法。”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回馈。对，那他们在私底下其实可能在家中也会遇到一些困难，那他们也都会跟我们的个管师去做一个讨论。那个管师跟他们讲的，其实他们就是需要一个心灵的慰藉。对，什么帮助其实都还不是这么重要，主要是要让他们觉得不孤单。我们的个管师一直都陪着他们。我们都了解到失智其实它是不可逆、不会恢复的一种疾病，但是家属对他们的认知会觉得说，他们只是暂时性的退化，对他们没有认知到可能整个失智症会有一个病程然后慢慢的就是会往下降这样。我们据点的话会有老照顾的那一个状况，那这个部分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像我自己就会利用自己可以的时间，然后带着他们出去走一走，例如说中秋节的时候去吃个饭，还是说带他们去公园走一走，那他们其实就会觉得心里是满足的。家属跟我们的个案其实是长时间陪伴相处的，他们对他们会有既有的认知观念，就是他觉得伊就是拢安尼定定袂记你物件啦，伊就是拢嫁出去洗了就拢放伫遐，就拢袂记你客啊啦。可是其实失智症跟退化是不一样的但是家属就没有这方面的就是了解到。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会变成说，他们会用既有的印象来回应我的每一次的陪伴，然后让他们去了解说我的发现是什么，所以我才会慢慢的去协助我的个案能做到什么这样。上面还有粉，上面还有粉，那是姜黄的粉，但是要洗了，你搭配这个清楚，你要3号然后去洗到
照顾长辈中，大部分会从就是活动中开始。例如说有新来的长辈，那他刚开始一定会觉得这个据点没有什么吸引他的地方，因为这边都是他不认识、陌生的人这样。那我会利用活动或是小游戏，然后活动后也会有一些小点心，让他刚开始对这个环境是有好感的。那慢慢的从活动中去引导他，让他认识这边的长辈之后，慢慢的他们会自己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人际网络。那久了，他就会想要来这边跟长辈互动。那他来这边互动，那家属也会有比较多的时间可以做这些事情。那家属的部分比较多是照顾上的压力跟情绪问题，那就会透过我们每个月一次的家属支持团体，他来参加这个家属支持团体啊，他会发现有跟他一样，就是在照顾上有困境啦，有压力啦，有什么，他们会有一起就是来这边讨论，那彼此分享，就是自己有使用的资源也好，或是知道的资源，那他可以在这边得到，就是他或许需要，但不知道该去哪边寻找资源。那他们对于老师的带领，就是开始探索自己情绪放松也有，那自己的情绪抒发都可以在这边获得很好的支持。我们可能也会注意到长辈的身心状况啦，例如说他最近情绪可能比较低落，我就会去关心说，或许他家庭中有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或者是他跟他的照顾者有什么样的冲突，是他们可能自己陷入在矛盾中走不出来的，那我们就会介入，例如说，跟家属谈谈是发生什么样的状况。那如果说他真的有像经济的问题啦，或交通的问题，就会额外的我们就可以去帮他连接比较多的资源，让他可以去解决当下的困境。另外，你可能也去观察他到底还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或是目前遇到的困境，而一起去把这个困境解决。